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在亚马河这边，那基本是因为有一个新的点位，这周的话在亚马河这边温度尚且还可以，所以过来继续做一下尝试。这个新点位的话，依旧是主要以大龄马哈鱼为主，但实际测试下来，150条鱼的话，大龄马哈鱼的整体数量也不是很多，主要是使用的依旧是少子路亚25克的3号鱼饵。那这段时间我是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卡薪，这个情况是有一些难受。之前大概连续有2个月时间，基本没有经历多少卡薪的一个现象。那长则大概3天左右也会上一颗完全没有开过的星，但是短则的话，基本也是隔一天吧，就可以上一个完全没有过的星。但是这段时间是已经大概有10天左右。没有上新的奖杯鱼，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少见，而且比较痛苦的事情，所以个人心态有点崩，想死蹲一下大龄，但大龄这个东西吧，有点比较玄学，加上这边的收益跟鱼口都很差。所以死蹲的话，其实有一些吃力不讨好。这会儿点位，整个鱼口也好，还是整个尼尔的热门程度也好吧，都比较重要。至少在上一周的话，这个25克的勺子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效果。但大龄马哈鱼这个鱼吧，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，它不一定是在亚马河低温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好的鱼口，哪怕有的时候处于一个高温的情况，大龄马哈鱼仍然可能出现一个爆口的情况。因此，在某些点位更新的期间，只要不是鱼口太差，且榜单上面刷的奖杯鱼足够多，那我基本都是会过来做一下尝试。也是因为最近没有太多其他奖杯鱼可以做蹲心，所以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就在亚马河这边多蹲了一些时间。整体的话，差不多能有10个小时，用113公斤的引线。那这可是一个牢底坐穿的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，但很可惜，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大龄奖杯鱼，反而是得到了一条非常没有用的大马哈鱼的奖杯。这条鱼的话也是比较常见，基本上在亚马河只要打路亚打一段时间都能钓到的一条奖杯鱼。这条鱼的话，我甚至都已经有了卡牌。那除了本身蹲大龄马哈鱼之外的话，基本没有什么太大有趣的事情。蹲心这个期间的话，后退大法这个事儿吧，其实也算比较熟练。
主要还是看这边的一个地形的一个关系。由于我这一次的点位比较靠近营地，那营地这块的话，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以用来进行后退，所以一般我会在种鱼之后会调整一下后退的整个路线，相对来说会避开一些障碍物。这里有一些花花草草的物体，其实是一个实心的障碍物，因此在后队之间的话，可能会卡住你的身位。那这种情况一般就多发于类似草丛或者有树比较多的地方。那这个点位的话，背后刚好是一块类似小树林的一个位置，所以有几个比较容易卡住的地方。那我一般会往左边稍微偏移一些。那为了防止鱼被卡住，也为了防止我整个 NPC 的人物被卡住。那这边的话，后退完基本会调整一个鱼的方向，这边可以观察一下手中的鱼竿的力度条，一旦力度条出现一个大幅的削减的一个状态的话，基本就已经表明这条鱼已经被拖上岸。那拖上岸的话，这时候再往后多退个大概十几秒吧，让鱼在岸上相对一个比较宽敞、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再按 Shift 键快速跑到鱼的身边，同时进行快速收线。那这个收线过程当中是不会脱钩的，因为鱼不在水里，已经在了岸上，所以可以非常放心的过去捡鱼。那这个捡鱼的过程的话，不会因为线还没收完，你就可以把鱼掏起来，所以鱼线你还是得要正常的收。那这个方式的话，基本来说是可以完全秒杀大林的一个比较粗暴的一个方式。唯一的坏处可能就是轮子的装置可能会损耗比较快吧。不过这个快也是相对而言。那遇到新大林的话，本身可能还是锁不住，但不会消耗多少时间，稍微出一点线，应该也能搞得定。来到鱼市这边，我是已经钓满了150条鱼，可是收益确实是比较惨淡的，总共7条大鳞，一个上新的大马哈鱼。这边任务的话，只能交一组。大马哈鱼的任务是可以完成，所以整体的收益大概也就是2100左右的一个银币。